你怎么搬出来了？不是有房子吗？房子抵债了，买一主急着让腾房子。你还好吧，婉平？好得了吗？事情怎么样了？还没结案呢。这么长时间了还没结案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？具体的警察也没说，就说还有疑点。疑点？什么疑点？反正我一口咬定说是许运东投资失败，承受不住压力，精神崩溃自杀的。警察相不相信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他们有没有找到其他证据呢？应该还没有吧，不然早去找你了。也算是运气好，那天你在我家穿着鞋套，所以没有发现什么踩踏痕迹，该擦的我也都擦了，就没找到你的指纹。阳台上有一些撕扯的痕迹，我跟警察说是因为我在阻止许运东自杀留下的。可我掉了一个衬衣的扣子，我不知道是在你们家掉的，还是我掉到哪儿了，我特别着急，找不着。扣子，我好像看到一颗。你看见了没有？在哪儿呢？在你这儿吗？赶快给我！一颗扣子，你急什么？我怕警察找着啊！一颗扣子就能证明你是杀人凶手吗？谁杀人凶手？黄阳平，我没有杀人。子越，给啊，谢谢。这个放这儿行吗？可以。哎，你再往好，这边摆一点，我看一下。这样。再过来一点点吧。对对对。也没什么特别的嘛，真不知道我哥看上他哪。说什么呢？跟你没关系。妹妹，上次见你没那么凶啊。那个，雪兰啊，去给客人买点水去。你不是说要来帮忙的吗？小汤。哎，你说。这个放这儿。哦，谢谢。我想很多人都会拍翡翠，但是你能不能跟我讲讲你收藏他们的心路历程？要是都讲的话，我估计你今天就拍不成了。简而言之嘛，因为我想拍出它不一样的感觉。你就放心拍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，你也得给我讲，因为我需要找一些灵感。好，你看啊，其实这些石头呢，本身它并不值钱，但是呢，在雕刻师的眼里，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表现力。我们就是希望通过雕刻师的再创作，赋予每一个石头不同的灵性。正所谓是玉不琢不成器。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不一定都特别的贵，不一定特别有价值，但是每一块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。故事，属于他自己的故事。哎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反向思维一下，就是用不同的思路去破一下他以往的表现方式呢？不同的思路，你的意思是用现代主义的拍摄手法拍出他的生命力来？你看看，所以说搞艺术还得靠你们艺术家。你骂我？是没骂你，怎么能是骂你呢？真的。那我就当你夸我了啊。那必须是夸你。我把它弄过来，我感觉把
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，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。可以啊。给我瓶水。相不相信你还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人都死了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你看着我，婉平，你要相信我没有杀人。你知道这段时间我过的什么日子吗？心神不宁、提心吊胆的我想来找你，可我又怕节外生枝，你知道吗？许云多是我丈夫，他很爱我。现在他死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他的死跟我们都有关系，是因为我们。可我却跟警察说他是自杀的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把一切都扛下来了。我觉得我是对的，起码我们活着的人能够安心。婉平，婉平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我心里难受。不管怎么样，始终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只是一想到以后的日子里面，我都是一个人，我心里就空落落的。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毁了你的生活。对不起。我把学校的工作给辞了。怎么把工作辞了呢？反正又不给转正，做一辈子也没用。也是。那你准备找别的工作吗？这段时间经历太多事了，我心里乱得慌。我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警察好像找到什么证据来抓我，我没有心思工作，我就想休息休息。对，休息休息，咱们要休息休息。小踏，哎，她不是你亲妹妹吧？看着不像。看着不像，哪儿都不像。雪兰呀，从小父母双亡，我们两家是世家，结果她就一直跟着我们长大的。我从小就把她当成亲妹妹看。这孩子其实挺善良的，哪儿都好，就是说话不中听，有点淘。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不，你这么一说吧，她还真挺可怜的。我去跟她聊聊，你们忙啊。哎，行。这块啊，这块润一些，色泽可能拍出来更亮。什么？我那闺蜜，哦，挺好的呀，挺热闹的女孩。我还第一次听一个男孩这么形容一个女孩。这样形容不好吗？我是想把她介绍给你。不用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挺好。我也是希望你可以早日找到你的幸福。什么？啊，我是说，我也希望你可以早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当然，会的，会的。我再去拿一块。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，婉平？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？就
这样子了，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啊？过一天算一天吧。安平，我就是觉得我的日子太难熬了，真的。婉平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听我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明白吗？振作起来，你现在不行这样下去。我怎么振作呀？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害怕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我紧张，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，我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我就会被梦惊醒，我会哭醒。思婉，我现在觉得自己无依无靠，我除了你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别的话，我闷得慌，我不敢说，我怕我一说就说漏了。婉平，我特别理解你，真的特别理解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每天做噩梦，白天我神魂颠倒的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特别后悔，特别后悔那天来找你，我们那天都干什么了？你说，你没把我说出去，我真的很感激你，真的很感激你。警察找你谈过话了吗？不会再找你了。可是警察那天给我留了一张名片，他说如果我想到什么了，就给他打电话，这就说明他还在怀疑，他没有放弃，他还在追寻结果。真的害怕，真的害怕。所以我害怕。我害怕。婉玲，你这房子太压抑了，我给你换个房子吧，换个大一点的，阳光充足一点的，换个房子，换个心情。时间会消磨一切的，咱们必须重新开始。你要相信我。重新开始。看这个小孩，感觉很开心，这竖着耳朵被这个扎，对吧？后面有个桥，看见了吗？这个桥呢，必须伸进去吊。这个桥是潜在外面的，就要放到外面来吊。你不用在这儿陪我了，我自己拍就行。那不行啊，我得发表我的见解呀。你的见解可以在文字里面深刻的体现。我的见解要是只在文字里，我直接找一个写作的就好了，我不用找你来拍照片。我的见解是必须要体现在你的照片里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不过我知道啊，专业的事儿留给专业的人做，我就在旁边绝对不打扰你，行吗？你在这儿也挺好的，真的。真的。反正这也是你的东西。好嘞。这波拍完了吗？哦，对，拿走，还有这个。我再换。喂。喂。哎，子月姐，哎，听见了。我在福利院。我发现小军的身体不太稳定，发烧好几天了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院长很担心，之前带他去卫生所开了点药，吃了一直不见好。
你这样，你带他上医院，去县医院，然后我现在马上赶过去。好，我们县医院见。大夫，来，打开仗。情况？这孩子发烧，赶紧检查一下，赶紧量下体温。护士，他烧的这么厉害，没事儿，先量量体温。哦。二位别着急，您先出去等一下吧。对，先检查一下。你说小军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先看大夫怎么说吧。天哪！今天幸亏你去了，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会怎么办。先别急，到这儿就放心了啊。怎么样？医生，孩子怎么样了？你说你们这些父母是怎么当的？这不是，孩子到底怎么样了？孩子得的是急性肺炎，如果再晚送来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们这家长啊，不能等孩子都病成这样了才想起送医院。那他现在怎么办？先用药观察一下吧，如果烧退了，估计问题不大。你说你们这些父母是怎么当的？这是。对不起，进去看看吧。来，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主卧吧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卧了，这边阳光是朝南的，所以阳光特别的好。而且这个主卧空间特别大，最好的是它带了一个衣帽间，女人的衣服什么的都特别方便，就可以放在卧室里面了。还挺软和的。对，这些都是可以送的，对，都是包含在房子里面的。所以说我们的房子真的特别的划算。您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是次卧，到时候您跟先生有了小宝宝之后，就可以住在这个房间，照顾他也比较方便。我们的这个厨房。婉平，带我来看这房子不合适了。怎么了？这地方应该挺贵的吧？也有别的房子，就是一梯好几户，我觉得你进进出出不太方便。我又不住这儿啊。你要是不住的话，那就不买房了。我一个人住有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赵先生，这可是现在唯一一套3室2厅，总面积180平米的稀缺户型了。您看这园林，这环境多优美啊！对了，私密性强。您看啊，这边住了可多名人了，您看得见他们吗？看不见呀，因为这地下车库下来就是直接电梯入户。您再看啊，咱这院里住了100多户人家，可您平时连个人都看不着，安静，绝对的安静。所以我觉得这套房子简直太符合你们2位的要求了。思文，我的确不喜欢人多眼杂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房吧，什么都有，不用大收拾，基本上搬进来就能住。好多了，已经开始退烧了。退了。哎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这盯着就行。别，大夫说了，这儿离不了人，你晚上一个人也盯不住。如果你回去那么晚，家里那边能行吗？应该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去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好。多少钱啊？你这哦，800万， 800万，已经很便宜，很超值了。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的，很便宜。你月挣多少钱啊？你收10%的提成吧？赵先生，您真逗。这不，您太太看上这房了吗？再说了，您太太既然都已经认可了，您要不就认真的考虑考虑。而且我觉得这女人啊，对房子会有更直接的感受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多听听太太的意见。
要不这样吧，小付，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您先帮我把这房留几天，等我们做了决定之后，再告诉您。啊，行吧，不过这时间可不能太长啊。好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刚才咱们看这套房子，我觉得不是很合适。这800万，我手里没那么多钱，一时半会儿我也凑不齐。思文，你觉得我是在敲诈你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？我不是这种人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种人，我真的就觉得这个房子价钱太贵了。要不你再看看其他楼盘，我也去看一看。100多平米的，最好是有装修的，住进去就能行。我知道你现在处境，心情也不好，改善一下居住条件这是应该的。可刚才这个楼盘真不合适。你是觉得这套房子不适合我这样的人住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婉萍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怎么跟你说呢？要不这样吧，婉萍，200、300万以内的房子，任你选。这是我最大的极限了。我不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，这个你知道的。是你说要给我买房，说不能太压抑，要有阳光，空间要宽敞一点，换一个环境，换一种心情。我就觉得这里环境好，隐私好，安全性好。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。我觉得你说的都对，而且那些话是我说的，但是800万数额太大了，你这样，这简直就是把我往悬崖边上推呀！你这个太严重了。算了吧，思文，房子我也不要了。其实房子要不要也无所谓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，我想要你。哎呦，我现在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老婆孩子你都见过，我现在这种情况，咱们俩不可能在一起的。那不是你说的，我们要重新开始吗？对，但是你可能有点误解我的意思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给你买一套房子，你换一个环境，换一个心情，咱们彼此可以彼此的重新开始。对不起，是我想多了，我误会了。也许你只是怜悯我，可我却一厢情愿地跟你谈感情，畅想未来。我可真逗。哎呀，婉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吧，就按我刚才说的，200、300万的房子任你选，怎么着都成。我一定会尽量补偿你的，我说到做到，婉萍，相信我。算了，何必呢？不，房子必须要买，相信我啊！我赶明儿我看到房子以后，马上给你打电话，你去选，随便挑，好吗？怎么样，好点没有？好一点点吧。
烧着吗？我看看。我刚刚在旁边啊找了很久，发现没有卖吃的，然后我在食堂找了一点。你看看，来，将就吃啊。我也饿了。来，筷子。哎，你不吃吗？我刚才在底下吃过了，你赶紧吃吧。好。我看你还挺会照顾孩子的。我有吗？真的饿了。其实，我记得我们家晨晨1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着凉了，就突然发高烧，当时就把我吓坏了。然后我跟他爸爸就赶紧把他往医院送，在路上我就叫他，但是他始终没有反应。当时真的是脑子里面什么想法都有，我就在想，只要晨晨能够平平安安的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真的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理解你当时的感受。你以为你理解了，但是你不为人父母，你永远不能体会到做父母的那种感受。他还这么小，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你，开心的、痛苦的、难过的，都会第一时间跟你分享，因为他能够依赖的人也只有你。其实我也是因为有了晨晨以后，我才能够深深地体会到我身上的重担，是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所以我要对他的人生负责。晨晨有你这样的妈妈，他应该感觉到幸福。每一个孩子啊，都是来自人间的天使。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天使感受到爱。我觉得小军一定可以感受到你的这份心，在他的眼里，你就是天使。吃饭吧。生活的付出，感情的辛苦，谁陪我倾诉？朋友都在忙碌，每天反反复复，也不能免俗。太多的包袱，理想的出入，走到分岔路，我们变得生疏，找到安身之处，各自有归宿，还要走多少路，才能找到安稳和幸福？两个人的相处，多少同甘共苦，经历后会让你回顾。我们说好的幸福呢，会不会就在转角处？思文，我在这个地方真的待不下去了，我一个人在家，
我怕。婉萍，我们不说好了吗？各自去看房子，我一定会尽快尽好的给你找一个舒适的房子，大一点的房子，行不行？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哪一个称呼，哪一段相处，哪来的感触，让人突然想哭。我们都在追逐各自的幸福，为什么会结束？忘了分开是在何处？年少时的轻浮，现在的城府，不愿再单纯的付出。阿姨，小静，小静你醒了？醒了，小静来。你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我想喝水。喝水。叔给你倒。小静还有不舒服吗？哎，医生。怎么样，小伙子，感觉不错吧？我好了，就是觉得没有力气。发了好几天高烧，有力气才怪呢。这孩子还行，血象正常了，可以出院回家养着了。啊，一定要注意的饮食要清淡。这个季节啊，大多数孩子发烧都是因为有内火，一定不能给他吃很多肉。好，好，你们这做父母的一定要小心啊！谢谢大夫啊。炎症虽然退了，但是要按时吃药。还有啊，如果下次再有这种情况，一定不能像这次一样，要及时的跟老师、跟院长说，及时上医院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阿姨今天必须要回去，所以你有我电话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好吗？好的，阿姨。放心吧，我跟院长沟通过了，他会照顾好他的。谢谢汤叔叔。记住啊，以后天冷出门一定要多穿衣服，否则会着凉的。汤叔叔，你还会来看我吗？当然会来看你。你和阿姨会一起来吗？为什么一定要一起来呢？因为有你们两个家长在，我一定会好得更快的。谢谢。衣服盖到了。谢谢。喂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呢？人家担心死了，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我没接，说明我不方便接。哎呀，我不方便，我就给你挂了，你就一个一个电话的打过来，你要逼死谁吗？我先不说了。喂，雪兰啊，那你跟他好好说话吗？哎呀，我这个妹妹啊，每天这个电话是夺命追魂的来呀，真的是适应不了。呀，坏了，车胎爆了。对，你有备胎吗？有，我就换。好啊。
怎么了？周全前天把我的这个工具箱借走了。啊？那打电话救援吧。我没信号。我也没有。你那儿有吗？没有。我到上面找信号。好，你慢点。小心点儿。怎么样？拦车吧！拦车！小叶，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？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啊。要不你过来一趟吧？哎，停下车吧！哎，等等！车坏了！停下！哎，停下！帮忙！哎，停下！哎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哎，车坏了！啊，这太没公德心了。也正常，要是我也不敢停。现在社会多乱呀！是我就停。怎么办？干嘛呢？打电话呢。喂，妈。你还在公司呢？我在回家路上呢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刚才给子月打电话也打不通啊。都这时候了，你们俩谁来接孩子啊？那我去接吧，现在好吗？一会儿见。哎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哎，是啊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你这打岔忘了。我跟你说吧，我承认的，老年痴呆了吧？想说什么都忘了。哎。不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过来？我哥不见了啊！不是你别着急，你坐下说。昨天他说要进山，非不让我跟。我之前还给他打通了一次电话，现在就打不通了。是不是山里面没信号？你多打2个试试。我都打了好几个了，就是打不通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哪儿就不好的预感啊？别自己吓唬自己。我给打一个试试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。我哥的身体真的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，他要是再病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走，带找找去。怎么样？还没打通吗？没接呀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一定没事，一定没事。哇！哎，费了好多劲儿找来的。你可真厉害！哎呀，还冷吗？好多了。幸亏还有堆火，否则咱俩要再冻死在这儿了。你知道郊区的温度到了晚上会比市区低好几度。哎呀，我觉得我特别没用，害得你大晚上的陪我在这挨冻，对不起。不会啊，其实你在这儿偶尔抬头看看天空，你会发现这儿的天空就是不一样，很美。好多星星。对啊。哎，你看到那颗星了没有？哪颗呀？就那颗最亮的。那颗？就那个，对。那颗？对。那是金星。这你也懂啊？当然，懂一点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金星出现在天空的西边，
叫长庚星，但是到了天亮的时候呢，它又出现在天空的东边，就叫启明星。你看它名字不一样，其实都是一颗星。金星啊，因为比太阳落得晚，所以呢叫长庚星，但是它有时候比太阳升得早，所以呢又叫启明星。它有时候是晨星，黎明前出现在东方的天空，所以被称之为启明；有时又是昏星，黄昏的时候出现在西方的天空，所以叫长庚。你看，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，你都知道，你这故意考我还没说我。完啊，我没有考你，我只是觉得它是最亮的一颗星星，抵得上15颗天狼星呢，而且它特别的浪漫。浪漫，就像是一个很安心的朋友，因为不变的陪伴而懂得改变自己，时时刻刻守候着夜晚回家的人。雪兰她一直找不到你，会着急的吧？我这个妹妹啊，从小就是甩不掉的尾巴。你们兄妹两个人的感情可真让人羡慕。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，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，看到你依然在雨里背对着我独自哭泣，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。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，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深陷最想你的轨迹，闭上眼睛泪如潮汐，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开始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的太早，又爱的太少。有没有人让你微笑？有没有人再让你烦恼？那个你不想见的我，还在想你的好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好的连痛苦都忘掉，后悔认识你的太早，初恋情人很难到老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开始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的太早，又爱的太少。